是通过一个储物柜收的钱。你们去查，真的不是我呀！他们让我去最近的储物柜，说里面有我想要的东西。我真的是太缺钱了，出版社那件劳务根本就不够还高利贷的。我就是收钱丢了个蜡像，我到了河边好奇，撬开才发现里面是尸体，真的不是我杀的，我真的不知道是死人。如果我知道的话，你给我多少钱？你打死我也不会去的呀！为了点钱，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啊？我糊涂，我怎么这么糊涂？这相片还有点用啊。这个人并不是凶手。他要是装的呢？他就是抛尸的，真凶另有其人。徐老师今天来，谢谢你给我推荐的书啊。你几次跟踪我，不只是为了求学问吧？你是怎么知道小说情节和案件相关的？您误会了，我是在网上看到照片以后，才知道小说情节和案子那么相似。当时只是想把我喜欢的作家推荐给徐老师，又是巧合。我看了都吓一跳。不过你那一天啊，有不在场证明。原来徐老师已经查过了，我刚才还很害怕，您误以为我与案子有什么相关。陈老师，现在你在网上的热度可不低呀。你还说会帮我，现在网上都是骂我的声音，我要这个热度有什么用？别在意那些，反转马上就要来了。先预祝你新书大卖。之前你做的非常好，你的才华马上就要被全世界的人看见了。你是我见过最洞悉人心的作者。来，柳，咖啡。啊，谢谢尹哥。何队。哎，进。周辉交代的电话，还有收钱的快递柜订单，和接蜡像的仓库，同一个人。都是死者郑新涛。对，郑新涛自己雇人把自己的尸体给扔了。这能拿到手机、身份证的，一定是他很亲密的人。没错。核对，查到了。郑新涛的父母早年离婚之后，分别组建了家庭，常年居住在国外，说最快要1周之后才能回来配合咱们调查。这亲生父母都这样，难怪人失踪了1个月，连个报警的都没有。死者郑新涛从皮下出血点和呼吸道灼伤来看，最大可能性的死因是机械性窒息，但是舌骨没有骨折，排除被勒死的可能。我们从死者的皮肤上还发现了福尔马林，血管里也残留了防腐剂的成分。凶手可能将尸体放入蜡像前，对尸体进行了防腐处理。机械性窒息，还排除了勒死，不能排除被其他液体类溺亡的可能性。掏内脏灌防腐剂是制作标本的步骤，为什么把肠子留下？我们在大肠处也发现了刀口，只是恶心程度超过了想象。在做标本失败后，他又尝试着把死者封在蜡像里。今后黑色不明残片经过测试就是胶卷燃烧产生的，说明凶手杀人的时候不是以效率为第一要务。受害者的死亡状态呈现为人偶式，代表着收藏。那这么说，凶手具备了连环作案的可能性。还需要看触发凶手欲望的条件是否再次出现。
继续往下查吧，着重排查郑新涛身边的亲近关系，尤其是陈丹玲。今天到这儿了。陈老师，先前我们只是想询问一些有关你小说的事情，但为什么当天你招呼都不打就走了？警察同志，是你们同意我回家换衣服的，又没说不可以今天来。这个见过吗？这个是半年前在简蜡像工作室定做的，是以出版社的名义，为了配合新书的宣传。但是1个月以前，工作室告诉我们蜡像因为特殊情况丢了，他们也归还了本金，这事就不了了之了。我确实是以郑新涛为模特做了那么一个蜡像，但是那仅仅就是一蜡像。你看看这个，这就是我做的那个呀。这个蜡像我没做完，这郑新涛跟陈丹玲就分手了。然后王晨告诉我说不用做了，钱也不用退了，我就放那儿一直没管。我真不知道他丢了。人体能直接做成蜡像吗？不可能，你那是电影看多了。我做蜡像啊，为了保证这个素体的坚固，身体部分我是得特意放进一块玻璃钢的模型作为支撑，这样肯定就放不下一个人了。你说这凶手，他怎么做到的？那既然蜡像丢了，你们没想着重新做一个吗？这种程度的蜡像得需要800个小时才能制作完成，半年是最短的时间了。徐老师，其实我当时一眼就认出您了，但是当时那个情况太特殊了，我还带了您的《犯罪心理实例》这本书，对我启发特别大。一会儿结束之后，能帮我签个名吗？那个陈老师啊，我看你的小说啊，有一个桥段我记得很清楚，胶卷加热之后窒息杀人的手法，你这个灵感是从什么地方受到启发的？我的灵感来源于郑新涛，他是我前男友，因为他喜欢用胶片机。你现在是在怀疑他们吗？我看过一个采访，陈丹玲和王晨为了写小说学过蜡像制作，他们有这个能力把尸体放到蜡像里吗？王晨肯定是不会干这样的事儿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要非要说的话，我觉得陈丹玲更有可能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郑新涛死了。死了？但是这陈丹玲呢，我不是经常去出版社吗？我就听了好多关于她的传闻。她写的这前5本书啊，销量特别好，而且呢卖了好多影视版权，确实是赚了不少钱。但是这后2本吧，故事有点雷同，这一雷同吧，销量就下来了。她就做了好多夸张吸睛的宣传。陈老师好像并不意外。你们是刑警，当你们找上我的时候，要么是他犯了事儿，要么就是被害了，这不难猜。他那些宣传也不知道是不是郑新涛帮他出的主意，因为陈丹玲曾经说过，郑新涛是他的缪斯男神。他不是你男朋友吗？我们真正在一起还不到1个月，感情没有那么深呢。更何况，在犯罪心理学专家面前假装伤心，不是更容易被怀疑吗？那既然陈丹玲完全没有商业价值了，为什么王晨还要坚持给她出书？我跟你说，我问过同样的问题，王晨告诉我，他不能抛弃他的好朋友。你说陈丹玲有嫌疑，除了分手的事，还有别的依据吗？照片算吗？之前陈丹玲拿了很多他们的合照来工作室向我们炫耀，后来他们俩这一分手，我们才知道郑新涛拍过他很多部雅照，陈丹玲多次问郑新涛索要照片都拿不回来，
这才扬言说要杀了郑新涛。您是不是想问，人是不是我杀的？那照您的逻辑，这世界上存在的杀人手法都已经被写出来了，那就把所有写犯罪题材的作者都抓起来，这世界就太平了。凶手很有可能看过你的小说，也和你有接触。如果有什么线索，还希望你能够及时告知。没问题，我一定好好配合。